远处，一座巨大的城堡宫殿巍峨地矗立着，它的塔尖刺入云端，闪耀着神秘的光芒。众人惊叹不已，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中，一个充满未知和奇迹的地方。他们的真正冒险或许在这里将会开启，而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能隐藏着属于他们各自无尽宝藏和强大的挑战。那座城堡宫殿是什么？在那遥远的地平线上，巍峨耸立着一座城堡宫殿，它似乎与周围的山川湖泊构成了一个神秘的整体。115瑶、苏佑威三大主母远远地望着他，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敬畏。而在第一时间，萧炎也立马运转自身强大的大道神魂力量去探索这座城堡宫殿的来历。但大道神魂的力量在接近城堡宫殿的时候，仿佛撞在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上，大道神魂的力量瞬间被弹了回来。什么？我的大道神魂力量居然被反弹回来了？这一下让得萧炎震惊不已，连自己如此强大的大道神魂也无法窥视其内。一旁的牧尘也注意到了这城堡宫殿的特别，城堡宫殿的轮廓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宛如仙境。城堡宫殿的屋脊上雕刻着龙凤、云纹和吉祥图案，金碧辉煌，反射着太阳的光芒。高大的城墙如同沉默的守护者，上面爬满了岁月的痕迹。看来这城堡宫殿似乎被一股神秘的能量所保护着，一旦有人想要窥探其中时，就会触发这里的神秘能量。盘龙观察了片刻之后，发现了这里的一些规律。他的真身乃是造化神器，所以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会比较敏感与认知。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我的大道神魂无法窥探？是某种古老的禁制，还是这座宫殿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禁制？或许是萧炎这无意间的一句话，让盘龙的思绪有了不同的变化。一种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浮现。盘龙此时站在众人的最前方，他的那双龙瞳焦距穿透了空间，直至那城堡宫殿之上。他的双拳凝聚着一股无形的力量，那是蕴含了天地精华的磅礴运势之气。随着一声震天怒吼，他的身影犹如脱弦之箭般冲天起，气势如同狂澜巨浪，无可匹敌。运势龙拳，他的拳头裹挟着风云变色的威势，宛如巨龙出海，破空而去。那道巨拳的威力能够撑起一片天宇，下一刻就正中那座古老而神秘的城堡宫殿。轰！城堡宫殿在运势龙拳的恐怖冲击下微微发生了扭曲，仿佛随时都会化为齑粉。然而不出一会儿，令众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在运势龙拳与那城堡宫殿发生剧烈的碰撞，后者并未被运势龙拳摧毁，反而城堡宫殿发出了一阵幽光。那扭曲的空间如同水面的涟漪，渐渐平复，而盘龙那凝聚了全身力量的运势龙拳竟在这一刻如石沉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四周的空气都被凝固了。众人的心脏猛地一缩，仿佛被无形的手紧紧抓住。他们的眼中满是不敢置信，内心涌动着滔天骇浪，心想着这究竟是何等禁制，竟能如此轻易地化解盘龙那毁天灭地的一击。然而就在众人的脸上都挂着难以想象的脸色时，盘龙的脸上并未流露出惊讶，只有深邃如古井的目光，仿佛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结果。他身形一晃，稳稳落回地面，那看似平静的眼神下隐藏着波涛汹涌的思绪。盘龙前辈，要不要我们一起出手试一下？萧炎以为以盘龙前辈一人的力量还达不到打破这里的禁制，上前一步开口道，但是盘龙却是摇了摇头，给大家解释了起来。没有用的，就算我们几人全力攻击那座城堡宫殿，也不会将其摧毁。这一句解释让大家更加的疑惑起来。小龙不解地问道，盘龙叔，难道保护城堡宫殿的那股能量很强大，强大到连大家一起联手都无法将其摧毁？盘龙继续摇摇头，并向大家继续解释起来，同时也将自己刚刚的猜测一一道出。我刚刚之所以全力一击，是因为萧炎兄弟的这一番话倒是引发了我的一个想法。我的话？萧炎抿了抿嘴，回想刚刚自己所说的话，突然他也立马想到了什么，惊呼出声，盘龙前辈，难道这城堡宫殿？没错，正如你所想，其实并不是有什么能量保护着城堡宫殿，而是这座城堡宫殿本身就是一道巨大的古老禁制。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一切都是由这古老的禁制所幻化出来迷惑我们的。而刚刚我的全力一击之所以没有摧毁那座城堡宫殿，就是因为我的攻击打的那道禁制，而不是那座城堡宫殿。这时代的盘龙说完之后，众人彻底的恍然大悟，原来他们眼前的这一座城堡宫殿都是假象，而他们目前要解决的乃是眼前这道可幻化万物形态的古老禁制。不过想要破除这古老的禁制可不简单。盘龙的目光扫视着四周的一切，如果他自己猜的没有错，这里的一切都是那古老禁制所幻化出来的，所以那古老禁制应该覆盖了极大的范围。换一句话说，他们现在或许都已经在这古老庞大的禁制当中了。盘龙前辈，这古老禁制我们并不是很懂，
我想你是造化神器的化身，应该知道这古老禁制的破除方法。这段时间与盘龙接触一段时间之后，牧尘对盘龙前辈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见识和大咒中的一些信息比自己知道的要多很多，所以他认为盘龙前辈还是有办法破除这里的古老禁制。盘龙也是缓缓点头，他也没有隐瞒地说道：的确，这里的古老禁制应该是很久以前一位造化主神大能者所布下的。一般来说，大道主神想要破除造化主神布下的禁制，基本是不可能。但是经过时间的推移，再加上神藏这种随时会出现规则变动的各大因素，导致这古老禁制的能量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从刚刚自己的全力一击中就可以测出，这里的古老禁制已经不是完整的存在。如果这是一道完整的古老禁制，刚刚我所全力的一击不仅会被化解，而且我也会受到这里禁制规则能量的毁灭反噬。而刚刚我并没有受到这禁制的反噬，那就只能说明这里的禁制已经代表着不完整，而且其中的规则之法几乎受到各大因素的影响，已经消失殆尽。所以想要破这不完整的禁制，应该还有机会的。众人听到真的有破解眼前古老禁制的办法，个个脸上又浮现一抹希望之色。盘龙前辈，那我们需要怎么帮助你一起破了这里的禁锢？萧炎说道：你们催动全力对着那座城堡宫殿发起进攻，一旦这里的禁锢收到攻击，就会显现出禁锢之眼。虽然这禁锢之眼会出现那么几秒钟，可是以肉眼根本看不见，而且这禁锢的能量似乎可以屏蔽大道神魂的力量窥探，所以你们二人等会全力出手之后，禁锢之眼会短暂的出现，我会利用运势之气锁定那禁锢之眼的正确位置，届时我们三人同时出手，对着禁锢之眼发起攻击。好！萧炎与牧尘的身影立马腾空而起，立于天地之间。萧炎身姿挺拔，眼眸中燃烧着炽烈的火焰，那是炎之一道的象征，代表着无尽的炙热与毁灭。而牧尘则宁静如水，法心之眼在双手合十后，在眉心处浮现而出，绽放出点点的星光，仿佛握着原始的秘密，蕴含着创生万物的力量。在他们二人蓄力之后，彼此对视一眼，眼中尽是默契与决断。炎之一道与原始之道在他们之间交织，形成一股无法形容的大道道威，那是属于他们天命之子的大道之法。随着他们催动玄妙的大道后，使得四周的空间都仿佛扭曲变形。两人气息的汇聚，一股恐怖的毁灭力量在他们身前形成，那股毁灭的力量能瞬间撕裂星辰，粉碎虚空。嗡嗡！终于在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声中，那道融合了炎之一道与原始之道的毁灭力量猛然爆发，化作一道璀璨的光芒，向那雄伟的城堡宫殿冲去。轰！城堡宫殿在萧炎牧尘的全力一击的冲击下开始颤抖，仿佛下一刻就要崩解成尘。城堡宫殿的尖顶在这股毁灭的力量侵蚀下开始碎裂，宛若黄金般在阳光下闪耀的碎片。空气中弥漫着炎之一道和原始之道的毁灭玄妙道威，遮蔽了这片天地。在这一刻，萧炎与牧尘仿佛成为了这方天地的真正主宰。他们的力量虽然还无法足以改写世界的规则，但至少已经又接近那规则之法的门槛。随着萧炎和牧尘的全力攻击，这里的古老禁锢能量也发生了变化。盘龙站立虚空，他的那双龙瞳目光无比的深邃，仿佛能穿透那层层叠叠的结界。岁月的痕迹在这片空间里沉淀，古老的符文在一处虚空中若隐若现，它们似乎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威严。在那里，盘龙的运势之气弥漫，仅仅在那一瞬间就感应到了禁锢之眼的所在之地。他的身影一闪就出现在了天际的最高处，他的手指轻轻触摸着透明的虚空，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透过运势之气可以感受着这里禁锢之眼的古老力量。盘龙感受到了禁制之眼上的每一笔一画，都似乎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故事，每一道符文都承载着无尽的岁月和秘密。突然，盘龙的掌心泛起微光，那是他体内运势之力的凝聚。他全力一击，以运势之力冲击着禁制之眼，试图将禁制之眼摧毁。然而，禁制之眼并非那么容易就可以被摧毁的，毕竟这是一位造化主神大能者所布下的禁制，其能量依旧深不可测。即使身为大道主神的盘龙，也难以轻易将禁制之眼破除。但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神藏中规则的变动，这禁制的能量定会有所减弱。